大家好，我是秋平，我在重庆，这里呢就是重庆的宁长古镇。刚刚我们看画面中，这里满目疮痍、荒凉，就跟走进末日战场一样的。但是大家不要小看这个地方，这个地方存在了大概5000年，也就是说，从尧舜禹那个时候，这个地方就一直存在了。为什么会存在这么久？就是因为这里呢产盐，大家都知道，在古代的话，产盐的地方一定是非常繁华。那这个地方也不例外，大概是在明清的时候高峰期，这里是一个10万人的小城。大家想一想，在河两边生活了10万人是什么概念？但是现在看到呢，可能就剩下一些年纪大的老人，估计可能100个都不到。这个地方现在是很荒凉，但是呢，它繁荣了几千年。为什么呢？刚才说了，它是一个产盐的地方，包括不远处还有一个盐泉，就是天然的我们说的卤水一样的。我们前段时间去了陇南，有一个盐井，它供应了基本上关中的所有人使用盐。那这个地方也不例外，它供应了四川乃至西南大部分。鼎盛期的10万人，那每天来这里运送盐的人是非常多的。这个盐从古至今都是必不可少的。我们现在每个人都要吃盐，在古代盐呢赛过黄金，为什么呢？盐，古代的我们说的经济生产技术没这么好，那很多盐呢是不能吃的。打个比方说，我们一座矿山是盐，或者海盐是盐，它不知道提炼是不能吃的。所以大家发现没有，从汉朝开始盐铁官营，那到了魏晋南北朝、唐朝的时候，很多盐呢都是属于那些门阀士族豪强所垄断了，特别是魏晋南北朝的时候，所以这个盐呢，特别是在战乱的时期，可能比黄金都贵。那么生产盐的地方，那就更加的繁荣。所以说，这个就是对比。你越是战乱的时候，那这个盐就越贵。那么这个地方相对来讲的话，越繁荣。那这个地方到了清朝康熙年间是达到鼎盛。大家想一想，10万人，不光是产盐繁荣。那么这里的商业气息也繁荣，也就是说，这个马路啊，我们现在看到呢是很多车辆，其实在明清的时候，这里的车水马龙，每天吆喝声，并且这个河流，我们现在看起来是没什么水的，在那个时候呢，它还是有那个船通过的，因为古代嘛，经常水运的话比货运可能还好。这里属于乌溪，能够不远处就是长江，那么自然而然的话，就可以从长江运往各地，运往我们说的湖北、重庆这些等等地方。现在去这个古城看一看，看看了解一下几千年的古镇给我们留下了什么东西。这个地方现在保留下的房子啊，有吊脚楼，还有其他的，基本上是清朝和几十年前的房子都有。我们现在走在这个石板路上面，整个这个石板路大家猜一猜多长？大概是3.5公里。也就是说，这个古城当年沿着河流两岸兴建的话，大概3.5公里，长不长？想一想，当年这个石板路上面人来人往，基本上吆喝声、各种声音都存在。现在我们进去看一下，这个地方比较空旷，大家觉得这里是什么？你看到处是破破烂烂的，是不是有点像以前的那种大礼堂啊？其实不是的，这个地方是剧院，所以说就相当于大礼堂一样的。为什么会说是剧院呢？因为在明清的时候没有，但是在几十年前，这里也是一个大的那个我们说的一个公司、一个工厂统一制盐炼盐，所以呢，其实相当于是一个我们常说的3线工厂一样的。所以这个地方就很相像啊。制盐炼盐，那必不可少的就是有卤水池。像我们这左右两边呢，这个很大的池子啊，现在看起来像种菜的，其实以前呢，这里相当于就是卤水池。具体什么年代的就不知道了。大家见过这种没有？因为对炼盐的技术啊，我们不太懂，只是简单的看一下。这边地方基本上啊，都是一些老房子，生产街。那以前这里呢，属于生产街道。爷爷，您在这里住了多少年了？我们从小都是这个地方。你今年贵庚啊？67，一直在这里住。那这个炼盐的话，是什么时候大概停止了？
96年， 95年96年啊，96年，嗯，那现在也20多年了。 20多年。现在这里还剩下多少人住在这里啊？这儿住起的还有100多，有100多个人啊，那其实挺少的。他摸的挺少啊，他把那个地方学校、医院找完的嘛。就是说以前这里有医院、有学校，什么都有是吧？啊，对对，那以前这里是不是非常热闹啊？热闹，比县城热闹嘛。啊，就是相当于这里都比无锡县城还热闹一点。对对。刚才这位爷爷说，他是因为从小在这里长大，所以不愿意搬去城里，就一直居住在这里。我现在就站在这个河流旁边，如果说夏天涨水了，是非常好看的。那么以前运送盐的话，我估计除了陆运的，那么这条水运呢，也是重之重。因为无锡离长江也不是太远，长江从古至今都是一条非常重要的航道嘛，所以他们可能很多人运送物资、材料、盐呢，都可能通过长江运送出去。我们昨天也是从巫山过来的嘛。产盐、炼盐是有很多步骤的，它这里有盐泉，那么还有以前一些制盐的作坊，那个遗址还在，现在去看看。现在我们看到这里呢，就是相当于是炼盐的厂房。我看到这里有灶台、有锅，因为相当于炼盐就是靠熬盐嘛。因为那个时候的技术不像现在机器化，但是这个厂房尽管这么大，基本上都是考倒塌了。而且我看了一下，这里以前不知道是不是露天炼盐呐，因为没有屋顶，可能是露天的，所以说这个炼盐还是很辛苦啊。这里有很多铁索桥啊，因为他们进出的话，肯定是靠这种桥的。然后在这桥的这里啊，一个很好玩的东西，有个盐水浴、盐浴嘛。我们经常都泡温泉，那这里呢，它这个相当于也是温泉嘛，只不过呢，它是盐水，所以很奇特，可能很多人没看过。我本来说想今天泡一下的，但是看起来好像没开，所以说就算了。我们继续去对面走一走，在这两边呢，房子呢，确实是破破烂烂的太多了。因为我刚才听那位爷爷说，他是96年这个地方就全部基本上迁走了，现在剩下大概100左右的老人，所以说现在也有20多年了，基本上房子的话20多年没人住的话，肯定是基本倒塌完毕了。我们右前方那边有很多水流下来，其实那个也是属于盐泉，所以那个水呢也是咸的。从前方一直往下走啊，一路都有很多这种泉眼，相当于是我们说了这么久的盐泉，在对面呢就一个天然的盐泉，我们准备看一下，看到没有？那边有很多的水流出来，其实那个就是相当于是盐水。现在走过去看看吧，也不远。这里就是盐泉，大家看到这个水没有？我的感觉这个盐泉下来还有热量，泡沫特别多，那么就证明里面有盐。我们现在去尝一下这个到底是什么味道。这个盐泉很早就有了，相传呢是有一个人打猎追逐白鹭来到这个地方，发现了这个盐泉，然后在上面建了一座庙。这座盐泉呢，大家猜想一下，一年能够产盐量是多少？大概是16000吨。我们现在来尝一下。哇，这里好大热气啊！我眼睛都起雾了，就证明这个是有热量的。这个水呢，这个盐泉呢是有温度的。我们来尝一下。很咸很咸。就跟放了盐在里面的感觉是不是一模一样的？所以这里呢是天然的制盐，正因为有了这个盐泉，这个宁长古镇才能炼盐。大家说大自然神不神奇？这口盐泉存在了几千年，这一座古镇就是因为这个盐泉兴盛。尽管说兴盛了几千年，但是呢，最终也走向了它的终点。那么这个地方10万人到现在，人呢数得出来是什么原因？其实说的简单一点呢，它这里以前呢是手工式作坊，那么到了70、80年代，大家都知道生产技术各方面的提高，那制盐炼盐呢，基本上都是大锅煤机器的话，那这里相当于说手工作坊的话，那基本就生存不下去了。
那故而呢，基本上人都迁移出去了，就剩下现在仅有的一些老人留守在这里。因为老人可能住在这里习惯了，不愿意搬，就跟我们说很多大山里面是一样的。那年轻人都出去了，现在就看到是这种情况的。